Hello，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要简单介绍一下苹果自带的这一个提醒事项这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它是完全免费的，因为它是苹果自己的嘛，所以说呢同步做得非常的好。的苹果手机、iPad、手表、电脑都会自动的同步，然后呢和自带的日程有很好的联动。桌面小组件呢也是在每一个设备上面都有的。如果把它呢按照自己的要求设置好了之后，就会随时提醒你今天必须应该做什么事情了，有哪些事情想做但是还没有做，然后用来做习惯的养成也非常的好。总之呢，感觉就像有了一个贴身秘书一样，非常的安心。所以说今天呢，主要就是讲一讲它的基本操作，以及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使用它的，以及小组件的设置和其他软件的联动，以及是怎么样使用快捷指令更有效的来添加提醒事项。好，那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了两部分，左边这一部分呢是项目的文件夹，右边呢是在每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哪些具体的待办事项。上面这4个呢，它是自动生成的，我们不用管它。我们能控制的呢是下面这一个部分以及右边的这一个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呢可以简单的把任务分成几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里面方便查找。我自己呢把任务分成了这几个，一个呢是每天要做的事情，然后一个呢是自己想要翻译的节目，然后呢是这一个频道里面准备发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个呢是上班的时候需要做的一些事情，最后一个呢是临时想到的一些事情，基本上就分成了这5种。如果你想要加这一个列表呢，我们直接选择添加列表，这里就可以选择列表的图标的颜色以及图标的样子。比如说我们这里先试着添加一个，好，这样就完成了。选择到这个你想要添加任务提醒事项的列表之后呢，右边这里我们就可以开始往这一个里面添加内容了，直接点击下面的这个新添加事项。好，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点点，所以说我们就先给它取一个名字，做test 1好了，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了。那如果你还想继续往下设置，比如说设置一些这件事情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时候做，以及是不是每天都要做还是每周都要做呢？那我们可以再点击它右边有一个这一个 i， 我们它下面首先这里会有一个备注，我们就可以直接打一些符号，你觉得需要有一些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加上。下面可以加这个网址时间啊，在什么地方啊，要不要发信息给你啊，然后你要不要把这一个加上标记啊，它的优先级之类的，你就可以进行一些设置。设置完成之后，我们再点击完成，那么你就可以丰富对这一个提醒事项的一些解释了。整个添加的步骤呢，就是这么的简单直白。如果你这一个任务已经做完了，我们就点击一下，它就变成了完成。它完成了的事项呢，会默认就消失掉了。如果你想让它显示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点点点，这里有一个显示已完成的项目，它就会全部都会显示出来。如果你添加错了，我们往左刨一下，选择删除，或者是你觉得它很重要，我们点击旗帜也是可以的。整个操作就结束了。好，然后说一说我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怎么使用的。如果是每天都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自己现在每天都要做的想要做的事情，一个是读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学一下韩语和最近刚刚开始学的泰语，每天都想做嘛。再比如说，如果你今年立了什么 flag， 想要看书啊，或者学什么语言啊之类的，那这个我们就每天都要做嘛。这一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点击它了之后呢，选择这一个符号，我们把这个日期点开，选择从今天开始，选择重复。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每天都打开，这样呢，它就会每天早上9点钟在各个设备推送通知，告诉你你今天要做这个。如果你想换一个时间，晚上5点或者是晚上几点，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时间改一下就可以了。当你设置成从今天开始，然后每天做这一个任务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同步到上面的这一个今天自动的列表里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这个读书这个任务我把日期关掉，在这个地方还是9，如果我把它关掉了之后，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做的，它现在就已经自动变成了8。那如果我们再把它设置起来，时间从今天重复变成每天的话呢，它又自动变化了，变成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了。有了它之后，如果你把时间设置好了，它就会自动告诉你今天应该要先做什么事情了。有的工作呢，它可能会持续好几天，比如说翻译视频吧，因为一个视频肯定不可能一天就把视频又翻译完，然后轴也打完，然后还把它发出去。一般来说开始做就会做好几天。这个时候我只是想翻译，但是还没有开始翻译的呢，我就不会设置它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像下面的这一些，就是我都还没有开始翻译，只是把它下载好了。像现在这一个呢，是因为我已经开始翻译了，就还剩下最后一个把它发出去翻译的视频呢，
我就会把它设置成每天提醒我，这样我就会知道每天去推进一下这一个工作了。那有的工作呢，可能不是太紧急，也不需要现在马上就做，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每天来提醒了，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个你想要开始做的时间。比如说马上我要做的一件事情跟工作相关的，就是发课表给每一个老师，我预计应该是会星期三做，那我就会把时间就设置成星期三，然后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到了星期三当天，这个事情就会被自动提醒了。那再比如说有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开始的时间，也不需要现在马上做，但是还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这2个备课这个工作，那我就会直接给它打上旗帜，它呢就会被自动归纳到旗帜这一个自动列表里面。这些工作呢，我就可以知道是时间不是那么紧急，但是非常重要需要做的事情。一旦开始做了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又会把它设置成每天提醒，这样的话呢，就继续每天都去推进这一个工作。然后说一下这个小组件的设置，这个软件我觉得一定要搭配组件才能够体现出它的好。组件呢是在 iPad 上，在手机上，然后还有你的手表上面都是会自动同步的。简单讲一讲，在 iPad 上设置，手机上是差不多的。我们长按屏幕了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加号，找到提醒事项，有3种样式，我自己呢是选择的第2种，你也可以选择第1种，我们就选择这个第1个这样的吧。我们就添上了，它默认了某一个文件夹，我自己觉得这是不太合理的，应该提醒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才对呀，对吧？这个时候我们长按这一个组件，选择编辑组件，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让你选择快速访问其中一个，我们就把它调整成今天，然后它就会自动同步到你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今天马上来做的。然后你觉得这个不好，我们想要把它删除呢，直接长按，然后把它移除小组件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和苹果自带的这一个日程软件之间的联动吧，准备明天吧，准备我想要做备课这一个动作，我就长按住它，然后呢把它直接拖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就会显示时间，它是15分钟，15分钟一个单位的，把它拖到2点半的话呢，它就会自动添加到你的日程里面了。好，然后我们设置好了时间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选择添加，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然后苹果自带的它比较好的呢是时间的调节，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你就直接这样拖动就行了，这样就很一目了然自己每天的安排到底是怎么样的了。不过我其实自己很少预先固定好除非是开会这种工作，我会预先把它设置好在几点钟，其他的工作我不会太按照时间来设置，因为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嘛。一般来说预计这个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都会因为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把它影响到就做不到，所以说其实我很少使用这一个功能。然后说一下快捷指令这个东西，因为可能有的工作它的步骤其实是大致差不多的，比如说做视频这一个事情吧，我一般的步骤就是先可能会突然想到一个，我觉得可以做一做这个视频，下一步就是写稿子，然后就是要拍这个视频，然后剪辑，然后呢做图，然后去把它发出来，大概就是这几步。其实步骤都是固定的，在这一个做视频的这一个提醒事项里面，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我都是写了1、2、3、4，具体要做哪几步。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一个待办事项嘛，因为昨天这个稿子已经写了，现在拍摄这个事情呢也已经做完了，就把这2件事情删掉，然后所以说下面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要开始剪辑了，这样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是如果我在添加这一个事项的时候呢，手动去把这几个模板化的这几个步骤都要添加上呢，就有一点麻烦。所以说呢，我做了一个快捷指令，比如说我点击一下，然后有什么新的点子，对，我今天早上想到的办公室的 desk tour， 好，其实也是同样的步骤嘛。然后我们点击完成了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在这一个提醒里面生成一个新的内容，好，就是我刚刚添加的这个嘛。然后又是同样的这5步，比较节约时间，而且呢不用害怕就好不容易想到的点子然后就忘了。然后根据这一个点子我想要做的先后顺序，你可以再挪动一下它，比如我觉得可以再往上挪一挪，比如说这个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吧。今天把这几个视频做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来写一写这个视频的稿子了。一旦开始做这个视频，比如说像今天我正在做的这3个视频，然后就把它设置成每天提醒就可以了。好，那今天呢就是简单分享一下自己使用这一个软件的方法和心得啦，希望这一个免费的软件也能够帮助大家把生活和工作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就是这样咯，拜拜。